选择结构，在选择结构中必须搭配逻辑判断式使用。在建立条件叙述之后，再依据不同的判定结果来选择该进行的下一个程式叙述。那在 Python 里面常使用的条件控制呢，大概有这几个，不过它们通常都是从 if 判断式延伸出来的。通常我们在 if 里面呢，当它符合这个条件判断的时候，就会进到它的程式码区块。当然，我们也可以设定，当它不符合这个条件控制的时候，它要进到另外一个程式码区段。这时候我们会使用的就是 if else。当我们有连续一个以上的判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搭配 if else， 在 else 后面再使用 if， 再搭配其他的 else， 这样依序下去做使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f 的条件式。程式语言中呢，最基本的条件判断式就是在判断条件中进行决策。在 if 条件式的这个概念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呢，在行义的部分一定会有 if 的关键字，接下来你要把你判定的条件写在这个 if 的后面，然后在这个结束的尾句呢，必须要使用冒号。在这冒号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写这个当它条件成立的叙述。我们这画面上面有这个 A1 跟 A2。A1 跟 A2 呢，它是条件成立的程式码区段，因为它是一个程式码区段，所以一定要往右缩排。它必须要推进4个空白来去做缩排。当这个程式码区段结束之后，跟在它后面的指定叙述 B， 它就不需要再做缩排。没有缩排的部分呢，它就是退到外面了，它就是不属于条件成立的程式码区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哦。这个案例呢，它是去判断我们像某一个数字是不是偶数或者是它是不是奇数。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在这个 number 里面去指派一个数字，并且透过这个 if 条件式，我们来去做判断。那我要怎么去判断一个数字是不是偶数或者是不是奇数？通常我们会透过这个取余的方式。那我们取余的话，在这里使用的这个运算符号是 %，% 这个运算符号。这个运算符号呢，假设我们把它取 mod 2。当它 mod 2等于0的时候，就表示说它是偶数。那如果你的 mod 2之后呢，得到的是1，那它就是奇数。好，所以呢，当它条件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 print 这个方法来去输出 number， 把 number 输出为偶数。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if else 的条件式。在判定条件中进行决策呢，它可以提出条件成立时的办法以及这个不成立时的这个办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f else 条件式的概念结构。在行义的部分呢，首先一定会有这个 if 的这个关键字，在这关键字后面接的就是我们这个判定条件。在判定条件的后面一定会有收管符号，这符号呢就是冒号。好，当我们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我们要去设计一个这个条件成立的程式码区段。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它是一个程式码区段不要忘记就是使用4个空白去做推进或者说用4个空白去做缩排。好，那它往前推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撰写什么东西，去写我们的条件成立的叙述 A1 或者条件成立的叙述 A2。当这个条件的区段完成之后呢，记得一定要退出来，退出来。那在我们这个 if 条件式里面退出来之后，我们就直接去进行其他程式这个指定叙述了。好，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有打一个 else， 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条件成立的程式码区段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接一个 else 的关键字。在这关键字的后面呢，也是一样要使用一个冒号去做我们这个收管符号。当我们下达了这个 else 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去设计这个条件不成立的程式码区段。那因为它是程式码区段，所以也是一样要使用4个空白去做推进。当我们这个不成立的叙述 B1 跟 B2 完成之后，这个后面的程式码内容就不要再放在这个程式码区段里面，一定要退出来。一定要退出来。所以呢，当我们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写我们的程式码叙述 C 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延续刚刚前面的进行偶数。我们现在除了偶数之外呢，我们要进行奇数判定。好，那我们要进行奇数判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 else 带进去。那我们也是一样直接在电脑画面上直接进行操作。那刚才呢，我们是当我们的这个 number 去取 mod 2的时候等于0，好，那它就是偶数。好，那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的话，通常我们就可以搭配 else 去做操作。好，我们现在在行式地方按下 enter 之后呢，它会认为说我们现在目前还是要在这个程式码区段里面进行程式设计。好，我们下面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退出来。退出来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4个空白把它消掉，去做这个缩排的这个往后退去退缩排。好，然后呢，我们就输入我们这个 else， 好，这个关键字，在 else 输入完毕之后呢，不要忘记
它也是要搭配一个收关符号，是冒号，是一个冒号。当你这个冒号输入完之后，它再按下 Enter 之后，它认为说你现在要进行这个 else 的程式码区段，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再帮你去做程式码的推进。好，推进完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入，就可以去输入说我们现在的数字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数字呢就是基数。好，所以呢，当我们储存并执行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数字好像是 number 5哈，这个 number 5去 mode 2之后呢，它没有办法去满足它，它应该没有办法去满足它，所以呢，在我们目前的概念上，它应该会进到 else， 然后再去执行我们这一段程式码，然后呢，这里执行完之后，它就会退出来去显示我们这个 END。好，我们储存执行一下。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的 number 5，在这个条件判断里面，它现在不成立，它现在没办法成立，它没有成立之后呢，它并不是说它就没它的事情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不成立的 else 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就会进到这个地方去显示我们现在目前数字是基数。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同时操作一下，怎么样去步进的执行，然后并且去检查它里面的程式码。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行3的前面，例如说我们想要观测它像这一段怎么样进行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一个中断点，把那滑鼠移到这个数字3的前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点点。那当然了，在每一行前面都可以有一个中断点。这个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一个中断点，好，你会发现它已经点亮了哈。然后我们再执行一次，按下 F5 执行。中断点的意思呢，是当我们程式码执行到那一行之前，它还没有进去到那一行之前，它会先停起来，让我们去做观测。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 number 是多少？现在 number 的数字是5。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行1的时候已经有去设定5了，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有进行一些其他的运算，所以它数值有可能会这个异动，有可能去做变更。那这变更的结果呢，我们可以从2个地方去做观察，一个是滑鼠移到这个变数上面，它会跟你讲说目前的数值是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执行与侦错视窗里面去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变数 number， 它现在是5。好，那它现在呢，它的判定方式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用步进这个步进呢，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找到这个控制器，我们要进行逐步执行。它的快速键是 F11，我按一下。好，因为它现在这个 number 去 mode 2，它基本上它得到的结果是1啦，1它基本上并不等于0，它并不等于，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箭头它这个箭头高亮的部分没有进到上面这一行，而是直接进到下面这一行。为什么？因为它的判定没有成功它判定没有成功，所以呢，它就进到这个不成立的这个条件里面。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当它走过之后呢，它就会实际上把这个内容印出来。好，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把它印出来了。好，那它现在停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走进去当它走进去之后，它就会去把这个内容再把它印出来。OK， 好，我们已经看到它就已经完成结束了。好，这个呢，中断的方式通常是我们一般在这个做程式设计最常使用的这个中断的技巧。好，当你要去观察某一段程式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中断点设定中断点之后再去做执行。好，执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步骤的流程、过程及变化。好，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继续。